些东西钱是有钱的，他们以前都是出去做生意，把这边宝石卖到中国去，把中国的茶叶呀、丝绸啊都卖过来。像我刚刚说的，他们以前的外国人对中国最了解的几个东西，丝绸中国产的最好，然后瓷器、茶叶，对不对？了解最多的，然后这个丝绸啊、瓷器啊、茶叶这些东西才真的。那个掺呢，虽然是瓷器现在的一个意思啊，有一定的关联，但不全部是来源于瓷器，它来自于更多来自于这个钱。因为这个拉丁语系啊，它本来是 CHIN， 为什么加一个 A 呢？拉丁语系要在后面像法语后面加一个副词儿，这个拆嘛，英语发音是这样来的哈，这样来的。那阿拉伯人对我们的一个本身，包括波斯人这样的，波身呢？在公元7世纪左右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中亚地区就是塔吉克斯坦、吉尔吉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土曼斯坦这五大斯坦国。当时以前说的是汉语，学习的中国文化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那个时候穆罕默德崛起呢，他崛起之后打败了波斯。那个时候呢，中国正好进入了另一个时期，唐朝由盛转衰，是因为一位美女啊，也是因为一位美女。这个美女姓骆成金，大家应该知道是谁？一个婉对不对？杨贵妃哈，因为她，然后后面引发了安史之乱，中国对边疆地区的反共放松了，所以阿拉伯人趁机入侵，打败了波斯，占领了中亚。中亚现在很多人都是说的什么？说的是这个俄罗斯语和阿拉伯语、波斯语，还有就是学习的是伊斯兰教的文化。以前他们都是跟中国息息相关哈，现在是相当于中亚地区是中国和这个西亚地区的一个缓冲地带。那你会发现，大家就说，哎，好像跟中亚、新疆人长得差不多，确实有相似之处。那我再告诉你一点，阿拉伯人这边他们是一个，你看这兔子躺平了，直接趴下了。下面那个脚，下面两块一点。他是把沙子一扒了之后，也不美，那就形成了躺平。那个民族。你看这些兔子都躺平了。啊，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，已经在公元2000年前啊，就开始形成。让不让播？那个时候还不叫阿拉伯人，叫什么人呢？他们叫做贝都因。这么来的话，慢慢的它演化成阿拉伯人。银台嘎啦啦嘞。这还该吹喇叭呢。再看一棵树，看这棵树。这棵树呢是阿联酋的生命之树，也叫做椰枣树，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棕榈科的一种椰枣树。看到椰枣没有？上面挂着绿果。那个就是椰果。哎，这个是成熟的晚的，成熟早的已经开始采摘，已经采摘了哈，已经采摘好了。那这些晚的可能最晚到7、8月份才能采摘完。可以吃的椰枣。在阿联酋这边哈，最普遍的食物，陆地上就是这个椰枣，海里面就是海鲜鱼类，最普遍的食物，也是他们以前食用的最多的食物哈。那我们刚刚品尝阿拉伯咖啡，再来介绍一下阿拉伯咖啡。大家知道这个阿拉伯咖啡有多少年的历史吗？可能您不太相信，它有500多年的一个历史。土耳其咖啡差不多有700年的一个历史，这是最早的咖啡发源地之一。但这些咖啡大家喝了很苦，对不对？咖啡味有，但是没有那么浓稠，真正在里面加入香料，厚丁香、花粉、香料，它会有糖度。喝了有点低碳油、磨成粉末，加入咖啡豆。这个咖啡不是拿这个火在下面烧的。用这个咖啡混的这个陶罐，然后在这个沙子上面加热沙子再加热它，然后再把里面去被清淡咖啡，这里面有糖分，是中药材，对身体好。我们叫中药材，它们叫做香料，香料可以吃的，然后把我们喝到肚子里面。咖啡过度吸食对身体不好，所以说要加什么香料来调和一下。跟我们中国的点有点像，阿拉伯人的酷爱咖啡啊。那大家他们这服装就是以前阿拉伯的传统服装哈。可以看到他们的袍子也不只是白色，对不对？这种红色、沙黄色、蓝色，还有这个白色都会有啊。但是男士不穿黑袍，黑袍是专用的。女士也不仅仅是黑袍，蓝色的、深色的、褐色的、深色都可以穿啊，不仅仅是黑色的都可以穿，但是以黑色为主。现在阿联酋人大多数规定的国家的一个服装，男士是白袍、白头巾，女士是黑袍，国家性的服装哈。那我们差不多聊到这儿，大家也热哈。我们现在呢就去那边，
原来我吃。天摸一点儿。大家要看丹峰图，可以来看一看啊。哦，有丹峰圖，媽有巔峰嘅落圖睇。哦，就这里感觉啥也没修好，就修了个大门。这是马。这是有骆驼。这一个驼峰啊。这样是欺负了矮人啦。你通过这个缝隙看过去，你可以去那边看。小小的绒毛啊。几岁啊？公的母的？我问他嘛，你问他的 ，Hello，他的嘴。